在出生的那一天，我发现我忘喝孟婆汤了，不光上辈子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，还发现有人把我和一个女婴调包了。不好，这可是我用好几辈子的功德才换来的富贵人生，绝不能被这么换走。过了18年，一个女生冲到我面前说她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。我笑了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没人能抢走。在为阎王按了数百次监后，他终于开恩，允许我投胎转世。之后，我用几世累积的功德，换取了下辈子的富贵。我指着那个平安富贵的命格，得意地对阎王说：“就选他了。”正当我沉浸在富贵一生的喜悦中时，我发现一个正女人悄无声息地将我与另一个女婴调换。我心中一惊，这可不行。等她离开，我用尽浑身力气，使劲地哭。最终，一个护士姐姐注意到了我，将我轻轻抱起，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了，宝宝？是饿了吗？”我继续哭，是不是要换尿布了？我还是哭，到底怎么了？我内心十分焦急，逼得我都快开口说话了。我有心想解释，但却只能发出哭泣声。我几乎快要认命时，护士长发现了这里的情况。奇怪，这孩子怎么跑这来了？我瞬间没声了，对着护士长露出了笑容。这一幕逗乐了他们两人，真是聪明的孩子。护士长比对了新生儿的体重和出生时间，随后将我与那个女婴换了回来。护士小姐姐吓得脸色苍白。幸好护士长你细心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可担当不起。护士长一脸严肃地看向小护士，以后一定要更加小心，这可是秦氏集团的掌上明珠，万一报错了，我们都得遭殃。我终于彻底地放下心来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。这人生是我的，谁也别想夺走。被爸妈抱在怀里，我看着眼前的大别墅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身为秦氏集团的掌上明珠，我有了自己的名字秦安云，还有一个对我呵护备至的哥哥秦逸晨。他是我精心挑选的，毕竟上一世我就是被哥哥打死的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有了宠我的哥哥。自幼年起，哥哥秦逸晨便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。小学时，他每天守在幼儿园门口，胸口捂着我钟爱的烤红薯，丝毫不觉得烫。当有男孩胆敢欺负我时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带着他的小伙伴为我报仇。进入初中后，总有女生让我转交情书和小蛋糕给哥哥，他扔掉情书，留下小蛋糕让我吃。悠悠是他最常呼唤的2个字。这甜蜜的时光几乎让我快忘了出生时的那件事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那个女生竟敢上门认亲。那是我18岁生日宴，在我家的高档酒店进行。那天宾客如云，管弦乐队演奏着悠扬动听的旋律，客人们举杯共祝我生日快乐，礼物堆积如山，从名表、豪车到海景别墅，应有尽有。还有当红明星亲自为我唱响生日歌，这座城市的名流巨贾纷至沓来，无人机在夜空中编织出我的人像和生日祝福。我站在宴会厅的高处，俯瞰着下方欢声笑语的宾客。一位身着格子衬衫、牛仔裤略显陈旧的女生突然闯入，大喊着：“我才是秦家真正的千金！”是秦安云的母亲偷偷掉了包，她不过是个冒牌货。此话一出，引得在场的众人一片惊呼。这时，他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：李一白。一场吃瓜盛宴在我眼前上演。我妈死死地盯着我爸，我爸神色紧张，连忙摆手：“我真不认识这个女人，悠悠才是我唯一的宝贝闺女。”我轻轻一笑，戏精上身：“爸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妈妈搂着我温柔地说：“悠悠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弄清楚。”然而下一秒，李一白使劲推了我一下，我直接跌进蛋糕塔中，黏糊糊的奶油瞬间玷污了我的定制公主礼服，众人顿时发出惊呼。我狼狈地爬起，怒视着这个眼中满是嫉妒的女人。爸妈连忙上前，小心翼翼地为我擦拭着脸上的奶油。爸爸对李一白怒目而视：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敢在我秦家的地盘闹事，我今天非得替你爹妈管教一下。”
李一白没有丝毫害怕，反而挽住爸爸的胳膊：“爸爸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这个冒牌货抢占了我18年的幸福，他凭什么能过如此奢华的生日宴会？”他的眼眶泛红，满脸委屈地说道：“况且你女儿长这么大，别说生日宴了，连蛋糕都没吃过。”我妈一脸心疼地替我擦着奶油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先不说你手头没有一点证据证明你说的话，即便你真有我们的血脉，我们也不会让你这种没教养的野丫头进家门。”我妈平时总是和和气气的，很少发脾气，这次看样子是真的生气了。不过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秦逸晨呢？今天一早我就没见着他，平时这时候他早就围在我身边，夸我今天穿得好看，是最美女生。可最近他好像也少露面了，难道他知道李一白的事了？我爸对助理摆了摆手，助理瞬间明白，继续主持宴会。我们其他人则都退到了后面的会议室，爸妈的眉头紧皱。这18年过得实在太顺了，这一幕我等了好多年，我一直没搞清楚那个想调换我的人究竟是谁，但我知道他迟早会现身。正想着呢，秦逸晨推门而入：“爸妈，我们一直以来都被骗了，李一白才是我们家的血脉，是我真正的妹妹。”我愣住了，怎么宠妹狂魔的哥哥也翻车了？我这才想起，他是宠妹狂魔，但不一定是我。如今李一白是妹妹，我反倒成了多余的那个。这下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李一白怯生生地坐着，一点没有了刚才疯癫的模样，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，十分惹人怜。看样子他是一知道真相，就急不可耐地跑了过来，连最基本礼貌都忘了。秦家的家规第1条就是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让秦家丢脸，毕竟在这里，面子比天都大。我妈说话了：“默默，你怎么知道她一定是你妹妹？错不了，她胳膊上的胎记能证明这一点。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妹妹时，我就见过。”她这话让我想起被换走那段时间，爸爸带她来过，那时候她才5岁，这点小事都记得。悠悠肯定是被报错了，让爸妈也有了一丝疑虑。秦逸晨见状，抓紧煽风点火：“我们怎么能让妹妹在外受苦？不如让她回来和我们住吧。哥哥宠了我18年，如今他的话却如寒冰般刺骨。”爸爸叹了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这件事我们先查一查，这期间，这位姑娘就先在郊区的别墅那里等着吧。等调查清楚了，再决定以后的事。”我果然还是老爸最靠谱。秦逸晨，我和你没完。秦逸晨继续说道：“不行，幻月绝不能到郊区去，我们照顾起来也不方便。这18年，他过得太苦了，你们根本想象不到他住在哪。”我妈犹豫了一会儿：“让他住进来也行，咱家地方大得很，住得下。不过悠悠不能搬走，哪怕悠悠不是我亲生的，也当了我18年的女儿。我绝不跟他分开。”秦逸晨反驳道：“妈，他占了幻月的位置，享了18年的福，现在该回去他本该待的地方了。”在哥哥的眼中，宠溺早已消失，现在满是对顶替他妹妹18年人生的罪魁祸首的愤怒。可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紧紧咬着嘴唇。这个白眼狼，小时候我有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早熟的不得了，不光学习好，办事稳，情绪还特别平和。他被爸爸骂的时候，还不是我保着他。我正想说话，老秦却抢先开口了：“我允许他住这，但悠悠绝不能去外面。”我心里担心，最终李一白以客人的名义搬了进来，而 DNA 的鉴定报告要在1周后才能出。我总觉得李一白这张脸似曾相识，这时才突然想起，那是我报道的那天，我们2人背上了同一款 LV 限量版背包。然而那款背包全国仅此一件，他那款一看就是假的，也因此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。那时的他跟个受气包似的，眼神中满是怯懦与不安，与如今这颐指气使、咄咄逼人的模样判若两人。等到家后，李一白的目光在家里扫来扫去，显然对这里的奢华程度感到震惊。
他轻轻拉了下秦逸晨的衣角：“哥哥，我能住悠悠的房间吗？”秦逸晨连头都没回，也没问我一句，就直接带着他往楼上走去。妈妈紧紧握住我的手：“悠悠，你放心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会把你当成我的女儿一样疼爱。”我拍了拍她的手：“我知道妈，但我是你唯一的女儿。当然，至于儿子是不是唯一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李一白在秦逸晨的带领下进入了我的房间，马上就看呆了。他在我的房间里来回走动，连洗手间都比他们家的大了好几倍。衣帽间里满是各种高级定制的服装，奢侈品包包挂了一面墙，其他像是鞋子和首饰，他别说见了，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我冷眼旁观，等李一白回过神：“看完了吗？看完就给我出去。”李一白瞬间可怜兮兮地躲到秦逸晨背后：“秦安云，你才是外人，根本不配住在这里。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这样等你被赶出去，找不到地方住，我还可以让你住在储物间，当个幻月的专属保姆。”我脑子一转，也行。之后拿着我的生活用品往储物间走去。在离开之前，我对李一白说：“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了，算你识相。”随后，紧闭的大门便将他们的话彻底隔绝。秦逸晨，你就是个傻子。第二天去学校，我特意穿得很低调，简单的白衬衫搭配牛仔裤。而李一白呢，从我衣帽间挑了一件今年香奈儿的限量版礼服，和秦逸晨一起坐着我们家的豪车来到学校。一眼暴发户，路上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我的身世之谜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要是我没有之前靠自己的努力把自己换回来，说不定也会像小说里的假千金一样，手足无措，满心怀疑自己。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几个同学，现在都围在李一白身边。秦安云，没想到你还敢出现，脸皮可真是厚。我劝你还是早点滚回你的破烂老家，少在这碍我们的眼。开口的正是老是围在我身边，但我却懒得理他的韩林。韩林平时总想巴结我们，给我们买这买那的，但我闺蜜沈玲一直看不上他。我来不来上学，轮得到你们管吗？再说，你怎么就确定他真的是秦家的千金？韩林冷笑一声，连秦哥都亲口承认了幻月的身份，还能有假？李一白听了，下巴微微扬起，一脸骄傲。还没等我开口，沈玲抢先一步说 ：“DNA 鉴定结果还没出呢，你就在这放屁！我劝你还是把气排干净再说话吧。”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活了2辈子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好笑的事。多亏了李一白搞的这出幺蛾子，要不然我也见不到这些人的真面目。我现在甚至都有点不想让好戏结束的想法了。沈玲带着我离开了这里。沈玲，难道你就不关心我的身份吗？他顿了顿，接着在我脑袋捶了一下。我管你是谁，我只知道你是我最好的姐妹。听到这话，我眼眶一红，还没等我说话，他先一步开口：“对了，你知道李一白不光和你哥走得近，你那未婚夫好像也和他关系挺好的。什么未婚夫？”当时选命格时，我只注意家里有没有钱，是否和睦，哥哥是不是宠妹妹。至于姻缘，我好像忘看了，以至于我每每做梦都想回忆起我命中注定的另一半是谁，想破头也只能隐约记起命簿上的一个字。京城和我们家门当户对的只有一个白家，所以当我妈介绍白泽阳给我时，我一口便答应了。沈玲不说，我都快忘了这号人物。白泽阳大我2岁，也是我们这所学校的，在他们那届也算是风云人物的存在，长得还算过得去，几乎没有多少接触。可白家近几年越来越没落，连最近的一次合作，还是看在和我有婚约的份上，老秦才帮了白家一把。就在我和沈玲在食堂打饭时，看见秦逸晨和白泽阳一左一右的坐在李一白身边，不断的在往他的盘子里夹菜。沈玲看不过去，直接把果汁倒在了李一白头上，果汁从上兜头浇下。在李一白刺耳的尖叫声中，2个男生一起站了起来。沈玲，你做什么？秦逸晨，
你忘了之前你是怎么宠悠悠的？现在妹妹换了人，就要这么对她吗？她不是我妹妹。秦逸晨语气坚定，心底闪过一瞬间的冰凉。白泽阳拿纸巾给李一白擦脸，沈凌看不惯，直接把饭盒摔在他们面前。白泽阳，你是悠悠的未婚夫，现在着急献殷勤，是不是早了点？白泽阳看着沈凌，站了起来。和我订婚的是秦氏千金，现在真的秦氏大小姐回来了。我的未婚妻自然是幻月，秦安云这个冒牌货，怎么配得上我 ？DNA 结果还没出，你就这么肯定？秦逸晨白了一眼沈凌，如果他秦安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还会和他做朋友吗？沈凌指着秦逸晨的鼻子，就算她是捡破烂家的女儿，也是我沈凌的好朋友。我在背后看着给我出气的沈凌，鼻头酸得难受。李一白拽着秦逸晨的袖子，哥，你别因为我和悠悠起冲突，就算我是秦家的女儿，悠悠也是你妹妹呀。这股子绿茶口吻听得我直翻白眼。我没有她这个妹妹。秦逸晨，你最好记住你这句话。沈凌看不惯李一白这副做作的模样，抬手就想要打他，被秦逸晨拦住。秦逸晨情急之下扬起手要打沈凌，同样也被另一只大手握住。沈凌回头叫了一声：“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沈大哥声音低沉，语气冷峻又富有磁性：“再敢让我知道你欺负我妹妹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沈大哥一把甩开秦逸晨的手，我抬头看他，眼神里满是彩虹泡泡。这才是我想要的哥哥。对这种护妹狂魔，我十分没有抵抗力。我用手对了对沈凌：“你哥还缺妹妹吗？”完全不顾秦逸晨和白泽阳在旁边大叫：“秦安云，沈凌的这个哥哥，我只在他口中听过，今天还是第一次见。”我指到他的肩膀处，完美的下颌前轮廓十分吸引我。他比沈凌大7岁，如今已经接管沈氏集团，是个名副其实的霸道总裁。每天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开会的路上，十足的工作狂。沈氏的财力和我们家在京城和我们家不分伯仲，两家有很多合作。平时还是老秦和他接触的比较多。别看他年纪轻轻就当上沈氏集团的掌权人，用沈凌的话说就是像只老谋深算的狐狸。这时，一个女人冲出来，抓着李一白的头发：“小贱人，跟我回去！”李一白被他抓着，撞到了旁边的垃圾车，剩菜剩饭全洒到我那件私人定制上。我有些心疼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套装。这个女人看上去很眼熟，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正是那天想要换走我的那个女人。她比那个时候要苍老很多，她身上还穿着校工的衣服。李一白奋力挣脱开她的手，秦逸晨把她护在身后：“她就是我的女儿，你个下贱的人，怎么能和秦大小姐比？”李一白再也忍不住，冲着那个女人大叫道：“如果不是你，我应该过得和秦安云一样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来这所学校当校工，不还是为了每天都能看到他？”女人似乎心思被戳穿，上来就要撕扯李一白，大耳瓜子熟练地往他脸上招呼。被秦逸晨和白泽阳拦下后，李一白的母亲整理了一下头发，看我眼神有些闪烁。他越是这样，身边的人越是会觉得我真的是被他调换的孩子，也大大的让李一白更加认定自己秦氏大小姐的身份。李一白眼睛里似乎有说不完的委屈。从小你连顿饱饭都不愿意给我吃，却忙着去上班，就为了秦安云能吃到你包的包子。秦安云的发夹被我捡到戴在头上，你就说我不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，自己偷偷塞回他的书包。小时候我一直怀疑，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终于我发现，我们根本不是一家人。我本应该有爱我的哥哥，优渥的生活，真心待我好的父母，这一切都被你这个毒妇给毁了。白泽阳心疼地把他护在怀里：“别说了，幻月，等你真正回到秦家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脱口而出：“那他也得能回得去。”秦逸晨的巴掌落下，打得我措手不及。
所有的人都向我这边看来，脸上火辣辣的，这感觉很熟悉，好像上辈子我就是这么被打死的。没想到我精挑细选的哥哥会对我动手。秦安云，你别太过分。心脏好像有什么东西碎裂了，眼睛被一只大手蒙住，我感觉自己被裹在了温热的大衣里，随后带着我离开。后边传来沈凌的声音：“哥，你等我会。亲子鉴定公布结果定在3天后，到时候自有分晓。”这2天我没回秦家，而是住进了沈家。沈凌看着我被打肿的脸，心疼的流眼泪。他哥哥不断进来给我们递毛巾和冰块，我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小杨，你哥哥还缺不缺妹妹？我不想要秦逸晨当我哥了。”沈凌坏笑：“妹妹他应该不缺，有我一个就够了。但是他好像缺个能管住他的媳妇。”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可我只是校工的女儿啊，他不介意吗？沈凌把被子往上拽了拽：“你看他想介意的样子吗？从来都没来过我学校，今天突然出现在这。我之前膝盖骨折了都没说非回来陪我，现在你被打了一下，又是毛巾又是冰块的。”我转过身去呢喃：“可我只想要哥哥。”李一白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发到网上， DNA 结果还没公布，他就已经坐不住了。他似乎太想摆脱他的原生家庭，太想给自己18年的委屈生活画个句号。我感受到了同学传来的阵阵恶意，他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所有名贵的首饰包包都往身上套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有钱，甚至这2天都等不及。他大小姐的身份已经板上钉钉，不容置喙。沈凌看着他的样子啐了一口：“心机女。”爸妈那边一直忧心忡忡，知道秦逸晨打了我一巴掌后，把他关在房间里1天不许吃饭，似乎不敢面对结果。如果我真的是报错的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倒想看看秦逸晨知道 DNA 结果的表情，一定很精彩。很快就到了 DNA 结果公布那天，我妈、我爸、秦逸晨带着李一白还有白泽阳都到了这里。李一白的妈妈坐在旁边，院长手里拿着文件，坐在会议桌中央。我这边，沈凌陪着我，一起来的还有他哥哥。秦逸晨看着沈家兄妹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今天总归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你们沈家来不太合适吧？”沈凌一向不怕他，闭上你的臭嘴！那白泽阳都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温阳和我妹妹有婚约，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人。那我们还是悠悠的家人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欺负他？我们不放心。老秦被吵得头疼。好了，都坐下，还嫌不够丢人的。早上，沈凌说要陪我一起看 DNA 结果，他哥哥就说要开车送我们，结果到了这里，跟着我们一起上来了。原来霸道总裁也这么喜欢多管闲事。整个房间内安静的可怕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愁云满面。只有李一白洋洋得意，似乎过了今天就可以拿回本该属于他的一切。院长拿出 DNA 化验报告，想要开口，我站起来打断了他要说出的话。我秦安云的委屈从来不能白受。事先声明，如果我不是秦家的孩子，我也不赖在这；但如果我是秦家的孩子，我要整个秦家的继承权。秦逸晨盯着我，似乎一脸胜券在握。如果你是我妹妹，我不仅把整个秦家给你，我还给你当司机，我很满意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秦逸晨冷笑：“如果你不是我妹妹，你就在我们秦家当仆人，伺候幻月，伺候我们秦家给你赎罪。”我从不知他竟如此恨我，只因为他的妹妹另有其人。这时，一直坐在旁边的李一白母亲开口了：“对不起，我承认我偷换了孩子，我只是不想我的女儿受苦。”一时蒙蔽了双眼。悠悠，你是无辜的，别打这个赌。所有的报应我愿意自己承担，别报复在我女儿身上。你本应该有一片光明人生，不该为我的错误买单。李一白双手环胸，一副胜利者姿态。原来你也会在乎女儿啊！18年了，我从没在你那里感受过母爱。我被她抢走的18年人生，你们母女就应该跪下偿还。如果不是你，
我也不会过得如此艰辛。偷换孩子就应该给你抓起来，你活该遭报应。院长轻咳了一声，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家坐下。那现在就由我来公布我们之前 DNA 样本结果。首先我声明，本次化验结果全程由警察监督，具有法律效益，公证处的人员可以一起证明。院长把档案袋的文件抽了出来，结果显示秦安云和秦青山为99.999999%的父女关系，李一白和秦青山先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李一白和李红为99.99999%的母女关系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，爸妈抱在一起喜极而泣，只有李一白站起来不敢相信，不可能，我就是被调换的，怎么可能不是秦家的女儿？秦安云，你一定是在背后做了手脚。我靠在背后的椅背上，嘴角微挑。院长说了，这份报告具有法律效益，不是我能更改的。如果不信，你可以花钱再和你妈做一次。秦逸晨不敢置信地看着院长手里的报告，怎么会？我明明看到妹妹的手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，你没有啊？你看到的那个女婴，的确是小时候的李一白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我拍了拍手，两个人从大门走了进来，正是那时的值班护士。为了找到他俩，可花了我不少功夫，18年，似乎没有从这两个人脸上瓜分掉多少岁月。我抬起手介绍，这是我们出生当天负责我们那个产房的护士，小护士已经成了护士长，当年的护士长也晋升成了副院长。两人开口，那天两个孩子的确被调换了，但是秦小姐一直在哭，我们印象很深刻。我们仔细地核对了当天的女婴体重，发现这两个孩子放错了婴儿床。为了不出错，当天我们就把两个孩子换了回来。白泽阳直接傻眼了，跌坐在靠背上，他和秦逸晨走到我身边，秦逸晨想要上来抓我的手，被我一把打掉了。秦逸晨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秦氏是我的。秦逸晨眼含热泪，秦氏都给你。妹妹，我错了。白泽阳站在我边上，想要道歉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直接和爸妈开口，爸妈，和白家的婚约取消吧，我不想要这种见异思迁的未婚夫。如果你还想要娶李一白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检验报告在李一白手里看了又看，最后被他揉作一团。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李一白拽着白泽阳的胳膊，温阳哥哥，你说你会娶我的，你都忘了吗？白泽阳一把甩开李一白的手，我要娶的是秦家大小姐，你一个校工的女儿也配？别做梦了。李红也愣在原地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，我明明换了孩子，我的女儿怎么会是李一白？李一白一巴掌扇在李红的脸上，你的女儿，你的女儿受了你18年的虐待，哈哈哈哈，多讽刺啊！你把你18年的母爱给了一个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，而我，你的亲生女儿，又得到什么了呢？说完，李一白疯了一样冲了出去。李红喊着幻月，腿有些发软，差点没跪在地上，可还是踉跄地站起来跟了出去。秦父秦母过来搂住我的肩膀，好女儿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我们亲生的。白泽阳还在我身边苦苦哀求，悠悠，之前是我眼瞎，我的错，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沈凌的哥哥直接打掉了白泽阳抓着我的手，牵起我走到我爸妈面前，秦叔叔，秦阿姨，我今天和沈凌过来就是想来提亲的，不管悠悠是谁家的女儿，我都要娶她。老秦眼里冒出了光，几年，你，老秦嘴里语无伦次，仿佛捡到个宝贝般，牵起沈凌峰的手，满意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回头看了眼沈凌，你说你哥叫什么？沈凌峰啊，我没和你说过。我的脑袋摇成拨浪鼓，难不成那个字不是白泽阳的白，是沈凌峰的白？沈凌挽着我的胳膊，哎呦，这是要当我嫂子不成？我这个哥哥要么不说话，一有动静就是大动静。我感觉我的脸此时烫得可以煎鸡蛋。小嫂子，我哥可惦记你很久了哦。可我只想他当我哥哥。
老秦取消了我和白泽阳的婚约，白泽阳被白父打得藤条都断了几根，不仅取消婚约，连和白氏的合作也取消了。我和沈凌风即将联姻的消息传遍了整座城市，两家股价大涨，强强联合。而秦逸尘似乎不能原谅自己，把自己锁在了储物间，不肯出来。我很好奇，沈凌风好像很久之前就盯上我了。那天他来学校接我，西装笔挺地靠在车上，那一瞬间心脏小鹿乱撞，我有些心动。我小跑着冲他跑过去，却被一个人拦住。定睛一看是白泽阳，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，有些警觉地看着他。悠悠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我似笑非笑地着看他。所以秦家大小姐这个未婚妻对你来讲这么重要的话，当初是不是不应该那么轻易地下注？只怪你运气不好，压错了人。我想离开，却又被他抓住。悠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跪在我面前，请求我的原谅。男人的下跪，从来不是醒悟和后悔，只是威胁和道德绑架。沈凌风走到我身边，搂过我的肩。还没过年，没带压岁钱。我斜眼看他，骂得比我还脏。白氏如果不想在这个城市消失，最好不要再来骚扰悠悠，别到最后秦家没攀上，又得罪沈家。走到他车边，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吻了下来。触电般的触感，好像电流一般冲击着我的所有感官。他吻得霸道，很凶，像是要把我揉进身体里。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沈凌风放开了我，轻抚我有些凌乱的碎发，回头看了眼还跪在地上的白泽阳，像个胜利者般满意的看着白泽阳落荒而逃。哥，被他捏着脸，你再叫我一遍，哥。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？他一把将我拥进怀里，揉着我的脑袋，叫我几年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我抬头问他，他看着我，眼神缱绻。从你第一次来沈家，我就想过，等你18岁，我就要去你家提亲。没想到跑出来一个白泽阳，还好他是个混蛋。男人笑得明媚又张扬，原来一切都是他蓄谋已久。送我回到家时，秦逸尘站在门口，脸色惨白，满脸胡茬，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。我好像没看到他般，从他身边经过。悠悠，我做什么，你才能原谅我？我转身，定定地看向他。也许你可能不信，你这个哥哥是我千挑万选，跪着求来的。秦逸尘眼里蓄泪。悠悠，我错了，原谅哥哥好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对不起。我可能就没有兄妹缘分，在你为了李一白打我的那一巴掌，我们的兄妹缘分就尽了。那天过后，我再没见过秦逸尘。爸妈说他去了城北的寺庙，为我诵经祈福。我垂着头，这个坏蛋明明说好给我当一辈子司机，这个骗子！我继承了秦氏，成了秦氏最年轻的继承人。沈凌风拥着我。那天是我20岁的生日，在豪华游轮上，在漫天烟花下，他单膝下跪向我求婚。沈凌在旁边哭成了傻狗。李一白大叫着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匕首的光亮直直冲向我。我吓得闭上了眼睛，一片黑影笼罩，那把尖锐的匕首捅进了秦逸尘的胸膛。李一白被保安控制，李红也冲了出来，跪在李一白面前。你为什么这么傻呀？这都是你的命，你怎么就不认命呢？李一白疯狂大笑。我才是秦氏的大小姐呀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？那些衣服、包包、地位、金钱都应该是我的才对呀。我看着怀里的秦逸尘，鲜红的血液从匕首处涌出，染红了他的佛珠。他笑了，笑得灿烂。悠悠，哥哥终于护了你一次。秦逸尘，你别死，上辈子你死在我的手里，这辈子我还了。我浑身颤抖地愣在原地，他竟然全都记起来了。下辈子不要再做我哥哥了好吗？下辈子我们做陌生人好吗？那天星光璀璨，天上又多了颗星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我打了假千金，哥哥们将我丢进疯人院，出来时我变得异常乖巧。哥哥们让我往东，我再不敢往西。
可是贾千金怎么变得比我还乖巧？齐医生说，别人不动手，我便不能还手，这是精神病人的基本操守。我已经3天没打人了，手好痒，迫不得已，我开始梦游。我将匕首重重插在贾千金床头。你怎么还不动手？贾千金吓得瑟瑟发抖。哥哥们终于知道我疯了，追悔莫及。暖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哥哥错了。我歪歪头，现在说这个是不是太晚了？二哥来精神病院接我那天，我上着娃娃衫，下穿背带裤，双手乖巧地交叠在身前，低目垂眸，早不复以前的跋扈嚣张。二哥上下打量，终于满意其口，知道错了吗？我乖巧点头，并将齐医生教我的话背诵了一遍。对不起，二哥，是我嫉妒秦柔，才会找小混混欺负他。我错了，以后都不敢了。恰到好处的委屈，恰到好处的悔恨，双眼带泪，却羞愧的不敢掉下来。这副姿态，我照着秦柔的样子学了好久。果然，二哥信了。他抬起高贵的手，施舍般的在我头顶揉了揉，乖就对了。要不是你这次做的这么过分，大哥也不会把你关进精神病院。以后跟柔柔好好相处。我又学着秦柔柔的样子，在他掌心蹭了蹭。果然，二哥开心的笑了。谁都没注意到，一旁送我出来的刘院长狠狠打了一个寒战。我偏头扫过去，冷汗立刻沿着他额头落下。秦先生若是没其他吩咐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兄妹团聚了。二哥点头，你做得很好，秦家的投资很快就会到账。谢谢。道完谢，刘院长忙不迭地快步离开。院长的腿脚真利索呀。我说，扑通，刘院长摔在地上，然后在二哥惊讶不解的眼神下，爬起来就跑，仿佛他身后有鬼在追。二哥，我可以回家了吗？二哥看到我乖顺模样，点头。不过他没忘记警告我，以后若是再欺负柔柔，大哥不关你进来，我也会关你进来。我乖巧点头，回到那个熟悉的家。我站在门口，没有随便进。秦柔说：“这是他的家，爸妈是他的，哥哥们也是他的，我才是那个外人。别人的家我怎么能随便进？”直到二哥说：“进来吧。”我才挂出受宠若惊的微笑。真的可以吗？果然，二哥心疼了，眼眶还有点红，但突然想到我过去的嚣张跋扈，他很快将这种情绪压了下去。没多久，大哥和秦柔也回来了。大哥，我把暖暖接回来了。二哥说：“这么快就半年了吗？快吗？”我在里面生不如死，度日如年，他们却觉得过得太快了。可不是吗？今早刘院长特地打电话催促，我才想起来，好像还超了3天。大哥不置可否，仿佛把我忘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，我立刻乖巧地向他半鞠躬。秦柔看到我，一脸惊恐，忙往大哥身后藏。大哥安抚地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别怕，大哥在，他若敢再欺负你，下次大哥保证，他到死都踏不出那个精神病院。”大哥盯着我，仿佛在看仇人。我默默抚了抚胸口，原来精神病人的心也会疼的呀。我很乖，很听话的。我眼神真诚，形容微微有些可怜。大哥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带着秦柔洗漱吃饭去了。晚餐毫无意外，都是秦柔喜欢的吃食。秦柔按捺住心头恐惧，主动夹了一块小酥肉到我碗里。姐姐，你吃。胡椒裹花椒，花椒还裹芒果汁。这块小酥肉精准地踩在我每一个槽点上。大哥轻轻扶住他的后背：“柔柔，你是我亲手养大的，不比任何人低一等，你也不用刻意讨好谁。”秦柔低头扒饭，眼中有泪。我有些不解，明明所有最好的都给了他，连每天的饭菜做的都是他喜欢的，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他更委屈？齐医生说，会演的孩子有糖吃。我乖巧坐那里，盯着那块小酥肉吞咽口水，然后问出了让他们集体脸黑的话：“我可以吃吗？”大哥、二哥、秦柔想磨牙，看没人反对，
我才乖巧地拿起筷子开始吃饭。我真的饿坏了，好久没吃过正常食物了。此刻，我恨不得将整张桌子都吞下去。看到我那并不优雅的吃相，哥哥们的脸都黑了。暖暖，你在里面没吃的吗？二哥问。我摇头，有啊，只是烧水里没有肉。砰！大哥扔了筷子。秦暖，你在这里恶心谁？那家精神病院是秦家资助的，刘海他胆子再大也不敢这样虐待你。说谎也要有个限度，不敢吗？大哥，你见识过钉床吗？见识过电刑吗？见识过人狗夺食大赛吗？大哥当然没见识过，但他护在雨衣下的秦柔却笑了。要不是他把头压得太低，他的嘴能裂到耳根去。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不敢说一句话，满眼惊恐地看着发怒的大哥。二哥皱了皱眉，劝大哥道：“今天暖暖才回来，我们一家就好好吃顿饭不行吗？”大哥生生压下那口气，对我的嫌恶更甚。二哥无奈摇头，把筷子递给我：“暖暖饿了就多吃点。”我甜甜的笑：“谢谢二哥。”二哥瞳孔一缩，他的妹妹是会笑的吗？还笑得这么好看，为什么那么多年他没见过？原来只要对他好点，他也是会这样甜甜的笑，甜甜的喊他一声哥的。有一刹那，二哥的心脏好像被什么攥了一下，大哥的眼睛也晃了一瞬，但并没有改变他对我的态度。我洗漱完，刚要躺上床，秦柔来了：“姐姐，我给你送牛奶。”她不请自入，我乖乖接过。谢谢这两个字从来不曾从我嘴里冒出来过，因为她的每次示好都不安好心。秦柔呆了一下，接着笑起来：“姐姐现在变得可真乖顺啊！”下一秒，她的手一滑，牛奶洒了我一身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不接吻的？她目光狡黠，我却没动。她又拿起两个哥哥在我回来那年唯一送我的礼物，扔进垃圾桶。我还是没动。她环顾整个房间，最后视线落在书桌相框上，那是爸妈与我唯一的合照。这次我动了，我握住了她的手。秦柔终于得意地笑了，另一只拿起相框狠狠砸在地上。我双目喷火：“哟，生气了？有本事你打我呀！”红果果的挑衅。身为精神病人，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话。我抡起手臂，狠狠一巴掌抽在他脸上。秦柔被这一巴掌扇懵了，过了好几秒才开始他的表演。大哥，二哥，救命啊！两个哥哥第一时间冲进来，将秦柔护在身后，对我怒目相向。秦暖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将双手乖巧地交叠在身前，是他叫我打他的。秦柔捂着脸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刚刚我进来送牛奶，看到姐姐将你们送她的礼物扔垃圾桶，不止如此，她还想撕了爸妈的照片。我上前阻止，她抬手就打我。呜呜呜！礼物还在垃圾桶，照片摔在地上，相框已经摔碎了，证据确凿，容不得我抵赖。暖暖，你还是这么恨我们，恨秦家吗？当初你被报错，也不是爸妈的错，不是秦家的错。二哥失望至极。恨吗？大概吧。我流落在外10年，从小就被养父母训练来讨饭要钱，长大一点，跟其他乞丐儿一起也没少偷鸡摸狗，抓到被人打一顿都是轻的。我如同蝼蚁一样在最底层艰难求生，但秦家人却将我的替代品千娇百宠。我能不恨吗？恨他们没有早点找到我，恨他们把我丢了，恨我被丢了，他们就去收养一个替代品。我也恨我明明每次都是秦柔使坏，他们却不相信我，永远站在秦柔那边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就该让你被人打死在大街上。大哥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。我抬头看他，模样又变得乖巧异常。东西是秦柔扔垃圾桶的，爸妈的相框也是秦柔砸的。如果哥哥们有胡子，估计都能气得吹起来。我拿出出院证明给他们看。我以精神病人的人格向你们发誓，我真的没说谎。精神病！哥哥们瞳孔一缩，二哥赶紧抢过我手里的出院证明，手都开始抖。这好像是真的。我点头。齐医生说，
我们精神病人在外要乖顺，要听话，才会有我们的立足之地。大哥瞥了一眼出院证明，突然冷笑一声，显然他并不相信我。乖顺吗？听话吗？好，那你现在立刻搬出这个房间，让柔柔住。这个房间是爸妈亲手为我打造的公主府，妈妈设计，爸爸装修，是他们为我打造的温馨小窝，也是迎接我回秦家的礼物。曾经秦柔无数次想霸占，都被我拒绝了。但今天，好，我乖巧点头，还立即收拾我那本来就不多的东西。大哥、二哥，连秦柔也愣了愣，他们知道这是我的底线。我真的搬了出去。秦柔有些兴奋，她终于可以堂堂正正住进这里了。但面上，她小心翼翼扯着大哥的衣袖：“大哥，我可以住这里吗？”大哥脸色有点难看，他都能住，你为什么不能住？回头，他却不打算放过我，指了指楼下的杂物间：“以后你就睡那里。”我还是乖巧的点头，屁颠颠抱着被子进去了。大哥抬起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，就这样僵硬在半空中。然后他一脸漆黑地看我在狭窄的空间铺好被子，我感觉他的胸腔好像要爆炸了。我很不解，这不就是你要的吗？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见我倒头要睡，他又起口：“慢着。”我乖乖的不敢动。下一秒，保姆端来一盆冷水泼在被褥上，这下可以睡了。大哥盯着我，面色无波，他笃定我忍不下去，等着我暴露本性。可惜这回要让他失望了。我合衣而卧，躺进湿漉漉的被窝，很快还打起了香甜的小呼噜。大哥再次醒来，我躺在舒适的客房里，二哥守在我床边，正在嘀咕：“这是多久没睡觉？睡了10个小时了。”见我睁眼，他担忧地说：“暖暖，你是不是真的？”他说不出口，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我是精神病人，但我一点不自卑。二哥、大哥怎么可能会轻易相信我？他连着测试了半个月，他叫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他让我吃饭，我绝不敢吃鸡；他甚至将我最怕的肉虫子放我手上，我吓得浑身颤抖，都不敢将虫子甩下去。大哥的脸越来越黑，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问秦柔：“不会真是你做的吧？”秦柔何曾受过这种质疑，这种委屈？当天他就找保姆去：“你儿子不是想换大房子吗？做好了，这卡上的钱就是你的了。”保姆眼放金光，这些年他在我身上何止赚了1套房。保姆无比积极，当天晚上就偷摸进了我的房间，用他惯用的9阴白骨爪将我掐醒。不许叫！我很听话，真的没叫，睁着咕噜噜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他。大概是我的顺服给了他勇气，保姆阴恻恻地笑了起来：“起来，把衣服脱了。”我乖乖起身，但就是不脱衣服。齐医生说过，女孩子要坚持底线，无论什么环境。保姆有些生气了，拿出缝衣针：“这个滋味还记得吗？不脱，我扎死你！”我脑袋歪了歪，想起一些不好的记忆。有一次，我感冒发烧，2个哥哥带着秦柔去度假了，将烧到39度的我扔给保姆照顾。我被烧得起不来床，那3天，他没拿一口饭给我吃，也没拿一口水给我喝，我几乎要饿死渴死。我被烧得迷迷糊糊，刚要睡着，他就拿针扎我。那一次，我真的差点死掉。哥哥们回来，我将保姆恶行相告，却被大哥狠狠打了一耳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在地狱里苦苦煎熬那几天，保姆每天打电话向他们哭诉我的无理取闹，哭诉我如何虐打他。他还在手臂上做了伤。也是那次，我才知道我在他们心中的地位，连这个保姆都比不过。怕了吧？还不乖乖听话？保姆肥胖的脸歪斜扭曲。齐医生说，像他这样的底层人物，平时习惯压制本性，伏低做小，一旦给他们凌驾别人之上的机会，便会变得异常恶毒。齐医生还说，对于恶毒之人，无需客气。下一秒，我抓住他的头发，往墙上狠狠一撞，握住他的手，往他大腿上一扎，杀猪般的惨叫响彻整栋别墅。嘘，不可以哦！
扰民是要被关水牢的哦。但是他好像听不懂人话。我皱皱眉，抓着他的头发，将人拖出门。哥哥们被惊醒，纷纷下楼。暖暖，你在做什么？二哥脸都吓白了，他好吵，吵得我睡不着。我那30米大刀呢？我要割了他的舌头。冷气从脚底直窜天灵盖，二哥人都要吓傻了，赶紧拦住我。没有刀，暖暖，哥哥帮你把他丢出去好不好？丢出去就不吵了。我歪歪头，是这样吗？二哥连哄带骗，才将保姆的头从我手底下解救出来。他将保姆丢到屋外，真的一下就不吵了呢。我兀自回房，上床睡觉。很快，房间里传来香甜的小呼噜，剩下的人大眼望小眼，整栋别墅死一般的沉寂。大哥，姐姐她会不会借着疯病像打保姆一样打我？秦柔吓得一夜没合眼。大哥陪了她一夜，大哥不相信我真的会疯，毕竟当初把我送进去时，我还是个正常人。大哥，姐姐她会不会是装的？秦柔这句话简直说到大哥心坎上去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二哥也守了我一夜，此刻顶着个熊猫眼出来，看见密谋的两人，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大哥冷冷叮嘱二哥，你莫管，他若敢装疯，借此伤人，我要叫他万劫不复。二哥想说什么，秦柔抢在他之前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精神病杀人不犯法，姐姐那么恨我，会不会是她想杀我，所以才……”二哥心底一寒，以我恶劣的品性，好像也不是做不出来这种事。最后，他干脆闭嘴。大哥冲保姆吩咐了几句，房门忽然打开，我从里面走出来，看见他们，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。早，软软糯糯一个字，四人齐齐打了个寒战。二哥小心翼翼问：“暖暖，你知道昨晚你做了什么吗？”我歪歪脑袋，笑：“我好像做了一个好梦。”二哥脸白，保姆吓得腿软，赶紧照大哥的吩咐端来火锅。暖暖，过来吃饭了。大哥，他竟然冲我笑了。我看看外面，太阳还挂在东边。今天早饭吃火锅，暖暖喜欢吗？我点头，喜欢。我从来没有不喜欢的资格，不是吗？火锅咕嘟咕嘟冒泡，味蕾被勾缠着，好饿，好想吃，但没人给我筷子。我无辜地看向哥哥们，听说火锅直接用手吃更美味哦。大哥叮嘱我，连我的微表情都不肯放过。秦柔和保姆忽然明白大哥要干什么，都阴恻恻地笑了。二哥欲言又止，但终究什么都没说。真的吗？我面无尘垢。真的。大哥回答真诚。秦柔撇开头，看似不忍心，其实是没忍住笑。秦暖，我看你还怎么装？二哥此时却有点慌了，看我天真，眼神不像作假。他悄悄扯了扯大哥的袖子，大哥生生咽下一口气，气息冷了几分。有本事他就装到底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我却毫无所觉一般，真的伸出了手。够了！二哥第一个跳起来，想阻止我。大哥脸色瞬间煞白，他绝对不相信我真的疯了。我无辜眨眼，我没有想吃独食啊，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捏起一块肥牛卷，放进大哥的碟子里，又从滚水里捞了一只鱼丸，放到二哥盘子里。我记得这是他们最喜欢吃的。大哥吃，二哥你也吃。暖暖很乖的，从来不吃独食。我一脸纯真，大哥早已面无人色。二哥抱住了我，眼眶都红了。暖暖，别捞了，是哥哥错了，哥哥错了。滚烫的液体落在我手背上，又滑落进我的油碟里。我不想吃别人的眼泪和口水，好为难，怎么办？医院急症室，我的手被包成了粽子。二哥小心翼翼捧着我的手，一直说：“暖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我扑扇着大眼睛，不懂他在哭什么。他们把我关在疯人院时，我受的罪可比这严重多了。大哥重新叫人给我做了精神鉴定，报告出来时，他彻底说不出一句话。二哥红着眼眶：“这下你满意了吗？”大哥正要迈进病房门的脚被生生定住，他看看我的手，又看看精神鉴定，
一个字都说不出口，转身离开。外面，秦柔和保姆都在等他。大哥脸色很不好看，以后你们谁都不许招惹他。秦柔的脸色青灰青灰的，这是第一次大哥冲他发这么大的火。大哥3天没回家，3天后我出院，他也回来了。他送给我一只音乐盒，我眨巴着眼，没敢接。我不要。大哥有些恼，眉头都拧了起来。你以前不是一直想要一只音乐盒吗？你说过我不配的。大哥，冰冷气息将他包裹。我无辜地看着他。大哥，你忘记了吗？我回家那年生日，你特地给秦柔去国外订购了一只音乐盒，却随手丢给我1000块钱。我说，我能用1000块钱换一只音乐盒吗？我不是要跟秦柔争，我只是羡慕她，希望哥哥们能像爱她一样，爱我一回。但大哥，你扯了扯嘴角，嘲讽地说，你也配？我知道我不配，我懂的，你不必委曲求全。看看我一个精神病人，多善解人意。大哥，你感动不？我一脸澄澈，蹭蹭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大哥矗立在门口，像雕塑一般，再也动弹不了分毫。火锅事件之后，家里变得好和谐，这个家也变得好无聊。在疯人院的时候，每天都会有人打我、咬我，他们说我的肉嫩，可以涮，他们说要把我的骨头拿来炖汤喝，然后我割了他们的肉扔进锅里。可惜他们还没被弄死，我就被人发现了。我以为我又会遭受毒打电刑，但这次没人敢了。齐医生说的对，只要我够狠，就没人欺负得了我，没人欺负我，日子好难过。所以我表现良好，出院了。齐医生还说，得别人先动手，我才能还手，这叫正当防卫。正当防卫，别人就不能奈何我。可现在哥哥们不让坏人欺负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很焦虑，一焦虑我就忍不住梦游。于是那天晚上，我提着水果刀撬开了保姆的房门。保姆从噩梦中惊醒，你干什么？锋利的刀刃划过他肥白的脸颊。我歪歪头，你怎么不欺负我了？保姆吓得发抖，你扎我呀？你打我呀？瞧瞧我多贴心，针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将一盒针塞他手里，保姆吓尿了。我不敢了。不行哦，你不先动手，我怎么收拾你呀？我的手好痒，我已经3天没打人了。保姆吓得抖如筛糠。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她在哭，恶人的眼泪都是滂臭的，恶心。不管我怎么威胁，她都不敢了。真是没用的东西，还敢像苍蝇一样嗡嗡嗡。我高抬手臂，一刀扎下去，世界瞬间安静了。哥哥们听见动静从楼上下来，看见的就是我如游魂一般从保姆房间晃出来。他们大气不敢喘一口，因为医生告诫过他们，如果我梦游，千万别惊扰我，否则我的病情会变得更严重更棘手。看着我倒回床上，房间传来香甜的小呼噜。他们这才敢冲进保姆房间，一柄水果刀插在床头，离保姆的耳朵不到半公分。保姆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屎尿横流。翌日早饭桌子，我心情很好，哥哥们心情却似乎不太好。保姆抖抖索索送上早餐，我甜甜一笑，谢谢阿姨。保姆，啪，他重重摔倒在地，扶都扶不起来。我有些委屈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大哥和二哥坐在我面前，好几次欲言又止，大哥最终没起口。二哥将他的荷包蛋夹进我碗里，看到我脸上恢复甜甜的笑，才敢小心翼翼问我，暖暖，你会故意伤人吗？我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，义正言辞，不会哦。齐医生说，别人不先动手，我是不能还手的。但是别人不先动手，你会梦游逼别人先动手啊？二哥脸色惨白，大哥终于忍不了，豁然起身，早饭没吃就去公司了。秦柔则是吓得发抖，连桌子都不敢上。在我接连梦游3天之后，保姆终于熬不住了，她向2个哥哥提出了辞职。秦柔哭得不能自已，大哥、二哥，求求你们，别让阿姨走好不好？呜呜呜！大哥、
二哥回头看门口的我，脸上都有一丝无奈。这个保姆几乎是看着他们长大的，他们对他的感情，对他的信任，可比我这个便宜妹妹深多了。秦柔也看向我，跑过来，哭得梨花带雨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阿姨不该只对我好。你要怪就怪我，求求你，别再折腾阿姨了。阿姨一把年纪了，她要养家，离开秦家，她上哪里找合适的工作？多善良，多可怜的妹妹呀！”大哥、二哥都动容了，看向我的眼神多少带了些责备，但鉴于我精神病人的身份，他们始终没有起口。我看着秦柔，点了点头。她是不能走，坏人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？大哥、二哥，秦柔，我声音不大，但保姆听见了，吓得肥脸苍白。他转身就想逃，下一秒，一辆车从他腿上碾过，整个别墅区响起杀猪般的惨叫。看，这才对嘛！世间哪有欠了债不还的道理？秦暖大哥对我的那一丝丝愧疚，瞬间荡然无存。他蓦地抬起手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二哥抓住了他的手。大哥，你可别再刺激他了，算我求你了。大哥瞪着我，目眦欲裂。就因为保姆对柔柔好，你就恨不得她去死？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真不明白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？我歪了歪脑袋，是我恶毒吗？大哥甩开二哥的手，再不想多看我一眼，亲自送保姆一起去医院。秦柔也去了。上车时，她泪痕遍布的脸，还是没压制住那一丝对我的挑衅和嘲讽。秦柔说，保姆的那条腿碾得太碎，被截肢了。她每天在家里白天哭唧唧，晚上做噩梦，梦到的都是我如何变态折磨她。大哥终于心疼了。那天，他吸了很多烟，整栋别墅都萦绕在烟雾中。还是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吧。他语气平和地对二哥说：“精神病人就应该待在精神病院，不是吗？”二哥怒火噌地冒出来：“他是怎么疯的？你不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不送他进去，他根本不会疯。”大哥嘲讽地看着二哥：“你忘了我们为什么要送他进去改造？”二哥脸色一白，却再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。我睁着眼躺在床上，将他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但这并不影响我做一个好梦，只有梦里才有我所向往的美好的一切。爸爸妈妈都还在，哥哥们都爱我，没有恶毒的保姆，没有心机的假妹妹，我睡得很好。但二哥好像没睡着，一大早他就顶着两只熊猫眼，带我去向保姆道歉。进门前，他说：“暖暖，你争气点，如果不想再去那种地方，就听二哥的，好好改造。好不好？”我乖巧点头。二哥，他好像有点担心我，这种感觉很奇怪。不得不说，少了一条腿的保姆比以前顺眼多了。但他乍然瞧见我，就跟见了鬼一样。大哥眉头骤然皱起，二哥赶紧说：“快道歉！”我向来听话，乖乖上前。保姆却吓坏了，反而趴床上给我磕头：“我错了，我不该给你汤里下药。”不该给你的被窝里倒水，不该冤枉你打我，不该拿针扎你，不该。保姆在说什么？大哥、二哥越听越震惊，我一脸不解。我没怪你呀，哥哥们也从来没怪过你。大哥、二哥，保姆吓得直发抖，终于再不敢隐瞒，他抬头看向秦柔：“我不想的，都是。”啪！秦柔眼疾手快，一巴掌甩在保姆脸上，将他欲出口的话堵了回去。张阿姨，我们秦家给了你多少钱？你竟然敢这样欺负我姐姐！你就不怕秦家索赔，让你这些年赚的钱双倍偿还？保姆蓦地清醒过来，捂着脸，再不敢多说一个字。大哥、二哥不是傻子，视线齐刷刷落在秦柔身上。秦柔只感觉芒刺在背，目光闪烁，不敢与他们对视，但毕竟是被捧在手心宠了10多年的妹妹，两个哥哥竟然同时很有默契地闭嘴，没有一个人追问。我望着他们，目光幽凉。看，我说了，是他先动的手。我们精神病人也是很有操守的。哥哥们，大哥带着秦柔先离开的。上了车，
秦柔跟鹌鹑一样缩在副驾驶位。你有没有欺负过暖暖？秦柔眼泪唰的落下。大哥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以前爸妈忙，秦柔几乎算是大哥带大的，整个秦家，大哥最疼她，又怎么舍得她伤心落泪？大哥似找到一个台阶下，暗暗松了口气。他已经看出来了，我疯了，却还记恨着所有欺负过我的人，迟早会找机会报复回去。保姆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，没有就好，不然我怕我也保不住你。秦柔脸色瞬间苍白，怕被发现异样，只把头垂得更低。本来保姆受伤，秦家还打算给他一笔钱回去养老，但现在二哥当天就动用律师团向保姆提出索赔。不过很遗憾，索赔并没有成功，因为保姆疯了。她一辈子在外寄人篱下，给人当保姆当佣人，赚了那么多钱，却被她那不争气的老公儿子卷光了。她最疼爱的10岁小孙子，亲手拿着棍子像撵狗一样把他撵出家门。但这都不关我的事。我盯着秦柔，手好痒，痒得我扣破了皮，流出好多血。暖暖，是不是烫伤的地方又痒了？别抓，看看又出血了。二哥有些心疼，小心翼翼握着我的手，不让我乱动。大哥向来聪明，他知道我想干什么，但此刻却一句话没说。感受到我的视线，秦柔加快速度扒饭，吃了个半饱，就把自己锁回房间了。晚上我睡不着，敲响了秦柔的房门。秦柔当然不会给我开门，从小流落街头，打架斗殴，撬门开锁的我啥不会。不到1分钟，她反锁的房门就被我撬开了。你干什么？秦柔被吓得面无人色。我端着一碗粥走进去，笑吟吟地看着她。你晚饭没吃多少，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送粥来，新来的保姆做的粥可好吃了。秦柔吓坏了，拥着被子大喊：大哥，二哥！我皱眉，不悦，柔柔要听话哦，不然会被撵出秦家的。我舀起刚出锅的热粥就往他嘴里兑，砰！秦柔掀翻了粥碗，滚烫的粥溅落到我手上。2位哥哥也在这时冲进来。秦暖，你做什么？大哥将我推开，搂住哭得梨花带雨的秦柔。我给秦柔喂饭呢。为什么饭这么烫？你想烫死柔柔吗？二哥也发飙了。我不解地看着他们，我只是像他以前照顾我一样照顾他而已，不是你们让我多学学他吗？大哥，二哥突然一僵。我微笑，想起来了吗？那次我在学校被霸凌，惨兮兮的回来，生了好久的病。秦柔端着一碗滚烫的皮蛋瘦肉粥喂我给吃，滚烫的温度差点把我的舌头烫熟。我掀了他的碗，粥溅在他手上，烫红了好大一块。你们冲过来护住他，说我为什么这么恶毒？秦柔好心照顾我，我却恩将仇报。彼时你们眼里只看到他手被烫伤，却根本没想过滚烫的粥落进我嘴里，划过食道进入胃里，我会受到怎样的伤害？房间突然变得静默，秦柔也哭不出来了，但要她认错，承认自己的恶毒是不可能的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抢了大哥和二哥，抢了他们对你的爱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今天就搬出去，公主房还给你，秦家千金的身份我也不要了，一切都是你的。2个哥哥突然都心疼了，大哥满脸严肃地站起身，看向我，秦暖，够了，不管以前柔柔做过什么，从现在开始一笔勾销，就算是大哥求你。最后一句很重，我抬头直视他的眼，你看，就算知道秦柔有不对，他还是选择坚定地护在他面前。我没说一个字，转身离开。暖暖，二哥回头深深看了大哥一眼。秦柔含泪带气地看着二哥，二哥第一次忽视了他的目光，转身朝我追去。二哥又给我包扎了手。暖暖，对不起，以前是二哥错怪你了。我歪着脑袋看他低垂的头顶。二哥忽然抬头，看见我双眼中的迷茫，眼眶忽的一红，大概不想看到我精神病的模样。
他复又垂下头，有滚烫的液体砸在我手上，将刚包扎好的纱布浸湿了。过了许久，二哥情绪恢复正常，对我说：“暖暖，你要听话，这样就不会被送回精神病院。”我知道他要在大哥的淫威下保住我，很难。我感觉他好像真的有点担心我。第一次，我回报了他：“二哥，我会听话的，以后不会招惹他们。”大哥的脚步停在房门外，心里像被什么揪了一下。他在门外停住了许久，最终也没踏进我的房门。从那天起，我没有再梦游，我真的变得很乖，很听话。大哥面对我时，脸色变得柔和起来。饭桌上，第一次他给我夹了菜，尽管是我不喜欢的，但我还是乖乖吃下。只是等下了桌子，我走到洗手间，使劲扣喉咙，把吃下去的全都吐了出来。听见洗手间动静，大哥赶过来：“暖暖，你怎……”后面的话他没说出口，因为他看见了垃圾桶，也看见了还在继续扣喉咙的我，脸上的担忧瞬间变得清冷僵硬。我面色无波，齐医生说过，对我有恶意的人给我的食物不能吃，但我不能不听话。我已经吃下去过了。大哥，那一刻，他眼中闪动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转身，他走了，从此再没碰过我入口的食物。柔柔，你把公主房还给暖暖。那天，大哥突然说，最近秦柔也变得很乖，很听话。我和他都在等对方熬不住主动出手的那一天。别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心思，作为一个揣摩了他行为逻辑数万次的精神病患者，我比他还清楚他在想什么。秦柔有些受伤地望着疼爱了他10多年的大哥，乖巧地应了一声好。我知道他快忍不住了。生日那天，秦柔一大早就跟2个哥哥说他请了同学来庆生，他想带我融合进同学之间，让我有机会回到学校去。2个哥哥在场，同学们会很拘谨，这段时间他特地在哥哥们面前培养我俩的感情。大哥欣慰地揉揉他的发顶，答应了。出门前，大哥看看我：“暖暖，要跟同学们好好相处哦。”我的神经已经开始兴奋了，但齐医生说，作为一个狩猎人，一定要耐得住性子，才能精准捕获猎物。于是我乖巧点头，甚至还带上了一丝微笑。大哥被这一丝微笑晃了眼，这是我第一次对他笑，紧绷的心弦松了几分。再出口，大哥的声音异常柔和：“待会儿，大哥给暖暖买礼物好不好？”我有些不耐烦，赶紧点头让他滚。看我如此急切，大哥心里莫名有些开心，原来暖暖是期待着他的礼物的。回头他就抓了二哥一起出门去给我挑选礼物。他们离开不到10分钟，同学们也来了。毫无意外，这些都是曾经在学校欺凌过我的人。秦柔笑得好大声，而我的狩猎终于要开始了。商场里，二哥眼皮直跳：“大哥，选好没？”大哥已经看过上百个专柜，整个城里的商场专柜都被他逛遍了，他硬是有本事挑不出一件礼物来。二哥逛得生无可恋，大哥还兴致盎然：“你说暖暖会喜欢什么？”二哥没有回答，而是打开了监控。大哥过来看了一眼，瞬间血凉了个透。别墅里，我看着倒地哀嚎的人，终于收起我那30米大刀。齐医生教过我，割哪里会很疼，但又不会伤太重，还能让他们失去反抗能力。此刻，那5个人躺在地上，嗷嗷直叫，站都站不起来。秦柔看到满地血，兴奋地发抖：“秦暖，你完了！哈哈哈，你伤了这么多人，看谁还保得住你？以后你就在精神病院待一辈子吧！哈哈哈！”秦柔迫不及待给这些人的家长打电话：“林叔叔，小柯出事了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看住我姐姐，她是精神病，突然拿刀砍人。朱阿姨，呜呜呜，你快来，圆圆要死了。”哥哥们赶回来时，家长们已经到了，他们义愤填膺地指着我：“秦总，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！都是他砍伤我儿子。”2个哥哥看着我，脸色黑如锅底，
帽子叔叔也赶过来了。秦先生，这是一场严重的伤人事件，我们必须带秦暖回去审问。秦柔更兴奋了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们不能再包庇姐姐了，她都用刀砍人了。秦柔装得一脸痛惜，一脸为秦家好的模样。而我此刻乖巧坐在小凳子上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无论衣服还是头发都干净整齐。齐医生说，只要我们衣着够干净，举止够优雅，就算我们是精神病，也没人敢瞧不起。抓住他，让他把牢底坐穿，这种坏种就该判死刑。唾沫星子直往我身上喷，大哥浑身气息冰凉。我看着他，嘴角不受控制溢出一抹笑意。大哥，这次你要让我去死吗？我没说话，大哥却看懂了，心突的被揪得生疼。二哥则不顾所有人的愤怒与指责，冲到我跟前，到处检查，暖暖伤着眉。无疑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那些家长。大哥眼神冷冷一扫，这些人立刻像鹌鹑一样缩了缩脖子。但这无疑是敲诈秦家的好机会，他们不能怂。大哥却没给他们这个机会。他对帽子叔叔说：“我的妹妹是个精神病，虽然是精神病，但她从来不伤人，除非对方先动手。”家长们，秦柔，一丝冰冷的凉风划过脖颈。大哥拿出手机，给帽子叔叔看监控下的罪证。起初这些人以为我庆生的目的给我换公主裙，看见我很乖很听话，女生们就开始脱我衣服。围观的男生拿出手机拍摄，满嘴污言秽语。我就站在那里任他们摆布，直到有人发现此举还不能激怒我。女生开始用指甲掐我，男生开始对我上下其手，然后我还手了。帽子叔叔立即拿来那些拍摄视频的人的手机，证据确凿。家长们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。秦柔脸也白了，怎么会有监控？什么时候安装的监控？他为什么不知道？他看向二哥，二哥也正看向他，第一次眼中毫无掩饰的嫌恶。秦柔吓得一抖，赶紧垂下头。由此可以判定秦小姐是正当防卫。帽子叔叔最终得出结论，这么好一个讹诈秦家的机会，家长们怎么可能甘心如此轻易放过？同志，你看看地上的血，看看他们满身的伤，就算正当防卫，难道不是防卫过当？帽子叔叔差点翻了个白眼，直接将小畜生们身上的伤翻给他们看，看起来出血多伤口多，其实只是伤了表皮，连针都不用缝。家长们都懵了，这是什么刀法，竟如此精准，没有要挟秦家的东西。此刻在面对大哥，他们忍不住心里发抖。林家的投资取消，朱家的合作终止，还有赵家，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，没一个人遗漏。他们不敢朝大哥发火，只将怒火撒向闯了祸的儿女。就是你这个小畜生，害得老子丢了这么大的单子。小畜生们抱头鼠窜，都是秦柔指使我们的。真的，我有证据。他不仅指使我们今天过来欺负秦暖，在学校他也让我们霸凌秦暖，往他座位上涂胶水，往他衣服上倒大粪，还撕他的作业和卷子。我们都不想的。他威胁我们说，不照他说的话做，就让他大哥取消跟我们家的合作。大哥脸色再次变得苍白。你们说什么？你以为你们拉柔柔下水，我就能放过你们吗？我们没说谎，我们有证据。有人拿出了以前秦柔教唆他们在学校霸凌我的录音，谁都不是傻子。秦柔想教训秦暖，他们得罪不起秦家，又不敢违逆秦柔，只能留下证据证明。大哥最后一点信念终于被击得粉碎。柔柔，你怎么敢？二哥怒发冲冠，一巴掌扇在秦柔脸上。你秦家一个养女，怎么敢依仗着秦家的权势去欺辱我的亲妹妹？那一巴掌结结实实甩在秦柔脸上。大哥本能的想阻拦，但他脚步硬生生停在半路上，忽地转头看向我。我也正看着他，嘴角依然挂着一抹笑。一瞬间，大哥的心脏被攥得生疼，他闭了闭眼，所有的精气神都泄了。秦柔，你搬出去了，从此秦家没你这个人。
秦柔是被保姆拖出去了，被丢到门外，还能听见她的哭声。我歪着头看两位哥哥，为什么他不会被关进精神病院？哥哥们，你们只是怀疑我让小混混欺负他，我就被在精神病院关了半年呢。现在他证据确凿，只是不痛不痒赶出去。果然，被偏爱的才能有恃无恐。大哥心口一颤，暖暖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我没资格跟他比。我懂，我依然乖巧，面无尘垢。大哥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成了拳头。那天之后，哥哥们都想弥补我，对我很好很好。第一次，我感受到秦柔受到过的宠爱是什么样子的。有一天，大哥总算鼓起勇气再次给我夹菜，他冲我笑得温柔。我看了他一眼，默默拿出手机，调出秦柔发给我的信息：秦暖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就算我害了你又怎样？就算我被赶出秦家又怎样？大哥还是将我安置在公寓，还给我配了2个保姆。我依然是哥哥们心里最亲的妹妹。你就是个野种，不会有人爱你。大哥脸色瞬间苍白，看二哥的表情，我知道他也是知道的，但并没有阻止。秦柔在外流落了3天，他们就不忍心了；而我在外流落了10年，他们却从未心疼过。我可以不吃吗？我依然乖巧听话懂事。大哥看着他夹到我碗里的菜，愧疚地说不出一个字。直到我回屋，二哥忽然说刘院长联系不上了。大哥转头，我想知道暖暖在精神病院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疯，所以我联系了刘院长，但是他不见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柔柔被你赶出家门时，大哥心里咯噔一跳。二哥起身，眼神无比复杂。哥，我们对暖暖太不公平了。明天我就带暖暖离开，以后我来照顾她。二哥说到做到。第2天，二哥就带着我搬离了秦家。我很高兴，以后终于不用再见不想见的人了。大哥站在楼梯间，看着我们搬。暖暖，你真要走吗？我点头，这不是我的家。大哥脸色又苍白了几分，曾经的家变得空空荡荡，哪里还有家的模样？大哥对着父母的照片，爸妈，我真的错了吗？每天下班，他都会开车去郊区，去我和二哥现在住的地方，默默地看着花园里的我。这栋别墅是二哥给我买的，这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为了我的病，二哥还请了看护护士，我被照顾得很好，再也不需要那个大哥了。大哥落寞离开，他不想回家。车不知不觉开进了那个关了我半年的精神病院。把我丢这里后，他没打过1次电话，更没来看过我1次。这也是他第1次踏进我生活的地方。第一股东莅临，有心上位的副院长连夜赶过来，一一介绍我在这里的生活。这是电刑房，不听话就会接受电刑，直到屎尿失禁。这是水牢，水深莫顶，敢大吵大闹就会被扔进去，若不想被淹死，就得一直垫着脚。这是卧室，房门是坏的，周围都住的男精神病人。这是智能项圈，检测到睡眠超过1个小时就会被电醒。大哥的血彻底凉了个透，他好像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在水浸泡的被窝里都能睡着，明白我为什么会变得那么乖巧柔顺。转头看见旁边的烧水桶，心里忽地想到什么，他颤抖着手指了指，这个呢？副院长抹了一把额间冷汗，那是秦小姐的1日3餐。大哥眼前一黑，差点晕倒。副院长手快，扶住他。大哥一把推开他，是谁？到底是谁让你们这样对他的？你们怎么敢？副院长很无辜。刘院长说他是按秦家的指示做事。秦家的指示，副院长没明说，但秦家又怎么会查不来？实际上，昨天大哥就已经查到秦柔给刘院长的几笔转账记录，每笔100万。他甚至还记得秦柔问他要钱时，他脸上的娇憨，以及自己无可奈何宠溺他的姿态。大哥捂住脸，蹲在走廊上。副院长和其他人吓得不敢动弹。那天离开精神病院时，大哥好像一下苍老了10岁，
临走前，他忽然想起一个人，谁是齐医生？众人面面相觑。我们这里没有姓齐的医生。怎么会？那是谁在照顾我妹妹？众人互看一眼，终于有人小声嘀咕：会不会是关在 S 病区的那个齐医生？刘院长曾把秦小姐丢进去3个月，大哥直觉不是好事。S 病区立即有人赶紧解释，秦小姐在这里被折磨了3个月，依然不服管教，刘院长就将她丢进了 S 病区。每个不服管教的人关过去都会变得很乖巧，而齐医生他也不是医生，他是连环杀人魔。大哥，血从脚底一点点凉了个透。就在这时，秦柔的电话打过来：大哥，出事了，我刚刚看到暖暖被那些小混混抓走了。很快2个哥哥都赶了过去，我想阻止他们的，但我打不过。呜呜呜！秦柔挽起袖子，让2个哥哥看他手臂上的伤口。对不起，我保护不了姐姐，都是我的错。秦柔一巴掌一巴掌往自己脸上呼，大哥一把捏住他的手腕。秦柔心下一喜，他就知道这种苦肉计对哥哥们管用，但下一秒他心凉了。快说他在哪儿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大哥冰冷的视线直刺他的灵魂。秦柔，收起你那些伎俩，暖暖若出事，我要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这是二哥的话，曾经我无数次辩解说我没收买过那些小混混，但小混混都认了，哥哥们不肯相信我一个字。但现在不需要我为自己证明，所以他们从来不蠢，端看他们愿意相信谁罢了。秦柔腿一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哥哥们不信他了？为什么？他们一眼看出是他做的了。大哥二哥赶到时，人都被我解决的差不多了。齐医生教过我如何以弱胜强，以一敌多，他就是个疯子。救命啊！我们不敢了，都是秦柔叫我们这样做的。几个流氓吓得往墙角缩。我歪了歪脑袋，大哥，你听见了吗？不是我先动手的哦。我拿着滴血的30米大刀，视线落在秦柔身上。秦柔早已面无人色，吓得往外跑。我追上去，大哥却挡在我前面，噗呲，刀刃捅进了他的身体。我抬头看向大哥，不懂为什么。大哥眼眶泛红，抱住我的头，暖暖，对不起，是大哥错了。番外，二哥，大哥亲手把秦柔扔进精神病院，要求只有一个，将暖暖在这里受过的让他也受一遍。如果他能不疯，秦家给他自由。结果不到1个月，他就疯了。对此我很意外，毕竟大哥对秦柔的疼爱是无条件无底线的，这回他竟做得如此决绝。但等我查清暖暖在精神病院遭受的一切，我感觉我的心都快要碎了。我亲自去见了那位齐医生，听说 S 区关的人身上都背负着人命，但现在他们却在老老实实拖地擦窗，而齐医生却坐在落地窗前喝茶，温文尔雅，举止得体，若非那身病号服，我根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笑容温和的人是个精神病患者，还是个连环杀人犯。我调查过他的过往，他是一名海归医学博士，拒绝国外高薪聘请，毅然回国，进入一所知名医院。他身怀仁爱，不仅给病人费用最低的治疗方案，还掏钱给穷困潦倒的病人垫付医药费。不到1年，他被排挤成了走廊医生；不到10年，他被自己救助过的病人讹到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。正因为他曾经是一名有良知的医生，我选择来见他。我知道暖暖变成这样，他至少有1半的功劳。如果这个世上还有谁能治好暖暖，那只能是他。齐医生却看着我微笑，这样难道不好吗？我只想他能回到从前，变回正常人。我说，你知道他的智商有多高吗？我一愣，这跟暖暖的智商有什么关系？160，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，这样的智商想做什么都能骗过别人。我万分震惊，你的意思是他是装疯？不，我的意思是他也能骗过自己，只要他想就能真疯，凌驾于道德和法律之上。
我突然想起暖暖回秦家的种种，接她回家时，刘院长跑得飞快的模样，就像是身后有鬼在追，保姆的自是恶果，秦柔的在劫不复，甚至我想起了，我的心随着他被牵动，一心想要对他好，想要得到他的认可。也想起了大哥一直在求得暖暖认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最后，我问齐医生：“你到底教了他些什么？”齐医生没有直接回答，他说：“这个世上的人都有病，90%的疾病来源于心。你知道这个世上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有足够的权势让人倾家荡产，一夜之间从这个世界消失，而是不知不觉被人操控。”我忽然想起那几个被拔了指甲、剁了手的小畜生，他们曾经在生日会上掐过暖暖，轻薄过暖暖，所以案发第一时间，帽子叔叔就找到了秦家。至今，我还记得大哥那冰冷的视线。从精神病院出来时，我只感觉脚底发寒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郊区别墅的。二哥，呆呆不见了。暖暖扑过来，满脸焦急。呆呆是只小金毛，心理医生说宠物能治愈一切。于是我和大哥带暖暖亲自去挑了一只小金毛回来。有了小金毛的陪伴，暖暖学会了笑，学会了温柔。我们终于在他脸上看到了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活泼天真。暖暖，别急，二哥帮你找。这时大哥抱着一个水淋淋的小金毛回来了。暖暖，找到了，大哥帮你找到了。大哥像献宝一样将小金毛送到暖暖手上，小金毛刚从水里捞出来，拱进暖暖怀里，呜咽呜咽似在哭泣。咦，这个小畜生怎么没被淹死？我早贴过告示，我老婆怀孕了，小区不准养狗。你们是听不见吗？一个男人扶着一个女人走过来，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。那女人扶着小腹，一脸得意。我怀的是梁家未来继承人，把你们的小畜生快带走！若我有什么好歹，你们可担不起责任。暖暖气得小脸泛白，回手就要去掏他的30米大刀。大哥握住他的手，温声安抚：暖暖的手是用来画画、弹琴、撸小狗的，怎么能被这些肮脏的东西弄脏呢？暖暖想做什么，大哥都会替你做的哦。暖暖点点头，笑得香甜。大哥真好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狠狠打了个寒战。大哥看向那对夫妻的眼神，好冰冷，好可怕。此刻的大哥，他好像一个变态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变成这样的？没多久，梁家破产，那个女人也没能保住那个孩子。我心里发颤。那天终于问出了我心底的疑问：暖暖，你喜欢大哥、二哥吗？暖暖抱着小金毛正上楼，他回头看我，歪了歪脑袋，微微一笑。精神病人不能说谎。他不爱我们了。那个曾经心心念念只想得到我们关爱的妹妹，她不爱我们了。心脏被揪得好疼，回头对上大哥的脸：大哥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发现我的声音在抖。大哥眼眶微红，是我们对不起他。我忘记了，大哥智商140，他从来就不蠢。我忽然想起齐医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：你应该庆幸他生性善良，只要别人不伤害他，他也绝不会伤害别人。心里突然涌起无尽的悲伤。暖暖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都是我们把你害成这样。那天，我放弃了我热爱的美术，转修法律，只希望某天他有用得着我的地方。我这120的智商能为他保驾护航。齐医生说，对付聪明人，千万别自作聪明。你给他们的证据，他们有千万种方式去证伪，只有他们发乎于情，自己去调查的结果，才能令他们真正信服。愧疚与爱，才是这个世上最强驱动力。秦暖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